掐我的脖子，不让我去上班，朝我脸上吐口水，拿东西来砸我。怀孕8个月的时候，按在地上踹，双手就这样子往下，同时这样子往下捶，用脚踢，用手扇我的脸，扇了几下之后觉得手太疼，又开始用手机扇，正对着踢肚子打肚子。我刚上的砂锅，里面那个油就还在冒泡，全部就泼过来，直接一刀砍下来，脸上、头上、衣服上。全是被血浸透了。我老公，你就看在我为你生了一个孩子的份上，我就说，你不要再废话多，你再废话多的话，我又要弄你，然后又扇了2巴掌。画面上正在讲话的这位女士，她姓谢。为了方便故事的讲述，我们暂且叫她谢女士或者小谢。讲真，谢女士所讲述的每个字、每句话，甚至其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没有办法说自己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我想，是个正常人，或者是稍微正常一点的家庭关系里的普通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同或身受。我换个说法吧，是个正常点的男人都不会像谢女士的丈夫贺仲阳那样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正是由于贺仲阳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对已经怀孕8个月的妻子谢女士多达16次的家庭暴力行为，当然，这里面所说的16次，也仅仅是谢女士能够数得过来的次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不过来的、已经无法计算的抬手就打、张口就骂，已经没有计算在这16次里面了。贺仲阳的这一系列丧心病狂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谢女士包括肝、胰脏器严重破损在内的多达20几处内脏器破损，其中最严重的是12指肠严重挫伤破裂，送至急诊的时候已经被粪便严重污损，依然无法修复，必须整体切除的情况下，最终导致谢女士需要终身携带粪袋苟活于世。谢女士，一个怀孕8个月的女人，她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竟然引得她的丈夫贺仲阳对她下此毒手？谢女士在避无可避、躲无可躲的情况下，向当地妇联、社区办公室、辖区派出所、当地公安局以及市长热线寻求帮助。上述部门又为何都在推脱说不属他们管辖？为何谢仲阳2年来在谢女士数次报警、进进出出派出所那么多次的情况下，从未真正受过1次刑事惩治，只能以普通家庭矛盾的方式进行调解？已经实施7年的反家庭暴力法在本案当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法院下发的人身保护令为何对小谢没能起到半点保护的作用？整起事件的结果也正以最为讽刺的姿态向我们疯狂秀着下限。保护令保护了恶徒的疯狂，排除了弱小的无助。今天是时候该来好好回顾一下这起惊动全民的2年16次谢女士被家暴事件。鼓励大象马上开始。根据谢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贺仲阳曾在谢女士怀孕后不久说过这样一句话：结婚证也办了，孕你也怀上了，户口你也迁到我们家了，这下你跑不掉了吧？现在我们再来仔细品一品贺仲阳的这句话，可谓是细思极恐。一纸结婚证竟然成了他家暴妻子的保护伞，成了他嚣张对抗法律的底气。也就是贺仲阳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谢女士的噩梦也就随之而来。2021年5月20日是贺仲阳与谢女士的结婚纪念日。当时已经29岁的谢女士在选择与贺仲阳结婚之前，其实还是蛮小心的。她曾正面向贺仲阳问询为什么会和前妻离婚。贺仲阳给出的答案是前妻有家暴倾向，曾拿刀追着自己砍。直至贺仲阳婚后原形毕露，谢女士才从贺仲阳的一位亲戚那里得知，贺仲阳上一段婚姻关系里之所以破裂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贺仲阳一直有对前妻实施家暴，前妻就是因为被贺仲阳暴力相向后实在受不了了，才会拿起刀奋力抵抗。但在贺仲阳的嘴里，他却变成了那个受害者。谢女士被害后，法务团队对贺仲阳的犯罪动机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得知，贺仲阳在刚刚开始追求自己的那段时间里，仍然还在纠缠他的前妻。只是认识谢女士之后，贺仲阳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谢女士的身上。整个案件的开端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的谢女士在为自己的服装生意开拓网络直播销售的新渠道。
网络传言说谢女士是个网红，贺仲阳是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当时谢女士是被贺仲阳包场了，但根据万象结合谢女士所在直播平台的相关数据显示，谢女士当时在该平台的主要活动是推销自己的服装商品，与普通意义上的网络主播的打赏方式吸引直播间榜一大哥大额打赏的网络女主播有着本质的区别。谢女士的主播核心，我们直接可以理解为如同李佳琦的平台卖货行为，核心利润点主要来自商品销售所获得的利润。为了维护客情关系，当时的小谢建了一个客户群，也就是在这个群里，贺仲阳主动加了群主谢女士，并热情主动地聊了起来。不得不说，这个世界上或许真的有孽缘的存在。很快，小谢得知贺仲阳的老家和自己是一个县城的，身在他乡的小谢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当时确实也是心无防备的，就与贺仲阳越走越近，直至两人相识相恋10个月后，2021年5月20日，小谢与贺仲阳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贺仲阳婚前告诉小谢，自己虽然与前妻因为性格不合已经离婚，但前妻与自己还共同生育了一个孩子，希望小谢不会介意，而且希望小谢能与孩子和睦相处。当时的谢女士看着这个柔情似水的男友，以及对前妻的孩子表现出的慈父情怀，小谢很快弃械投降，不再怀疑男友的真诚。只是谢女士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婚后不久，谢女士怀孕之后，她的噩梦突然就开始了。大家注意，是突然就开始了。大象为什么要强调突然就开始了？稍后我们会具体分析。贺仲阳对小谢第一次动手是在小谢婚后不久，刚刚怀孕的时候。当时小谢非常意外，事发的原因有点类似于自己处于怀孕初期，有些不舒服，随便抱怨了2句。没想到贺仲阳抬手就打，一脚把小谢从床边踹倒在地，并对其拳打脚踢。谢女士报警后，派出所的民警按照一贯的家庭矛盾纠纷处理流程进行调解。这次的调解结果，由于贺仲阳当着民警的面对谢女士下跪认错求情的情况下，念其初犯，谢女士原谅了贺仲阳。本以为贺仲阳已经在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下写了保证书，应该会改邪归正，好好过日子了。但令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一次家暴事件过去仅仅6个月后，也就是在小谢怀孕差不多8个月的时候，有一天贺仲阳因为生活琐事突然失控，用脚猛踢谢女士已经隆起的肚子，同时用手边能够拿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往谢女士的头部猛砸。也就是这次家暴事件的发生，小谢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可能再改邪归正了。谢女士毫不犹豫地报了警，尽管她一再强调不会原谅贺仲阳，想要离婚，但贺仲阳故技重施，一边下跪一边抱着小谢的腿，哭诉着请老婆大人原谅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一边道歉一边说如果自己再家暴就把自己的手剁了。然而，就在警方对贺仲阳的这次家暴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之后，类似的家暴事件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大象说过，贺仲阳的家暴行为是突然就开始了的。根据谢女士的说法，谢女士怀孕前，哪怕是在他们结婚之后那段大约1到3个月的时间里，谢仲阳一直是柔情似水、温柔以对的。就在警方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的第2次家暴事件之后，贺仲阳装都懒得再装了。也就是在这次家暴事件之后，贺仲阳就对谢女士说了那句令人细思极恐的：结婚证也办了，孕你也怀了，户口你也迁到我们贺家了，这下你就跑不了了吧。很明显，贺仲阳显然是个丧心病狂的家暴惯犯。直至现在，谢女士她进进出出派出所那么多次，已经对派出所的办案方式和流程烂熟于心，知道自己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最多就是被关1夜就会回家。哪怕有反家庭暴力法的背书，似乎派出所也只对她开具了一张家庭暴力告诫书。但是我们反向思考一下，如果这是发生于2个陌生人之间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事件，刑法法条和派出所的民警还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吗？然而，就是由于这是发生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恶性暴力事件，加害者居然就可以轻松过关，毫发无损，反而是被害者每天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情绪里。为什么前面大象会说贺仲阳是突然就开始了对谢女士的家暴行为？
正是因为贺仲阳已经有预谋的让谢女士和自己结了婚、怀了孕、迁了户口，此时的谢女士已然成了他的囊中之物，逃无可逃，他也就无需再隐藏着自己的禽兽本质了。大家可以稍微的计算一下，2年不到的时间里，贺仲阳对谢女士光记录在案的家暴次数达到了16次，那些大大小小数不过来的、无法计算的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计算的情况下，基本每个月谢女士都会被这个渣男胖揍一顿。这其中还包括贺仲阳当着谢女士父母的面就对谢女士言辞鹤唳、跪拜道歉。谢女士面对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殴打再道歉，疲累不堪，多次尝试向贺仲阳提出离婚，而被贺仲阳严词拒绝以后，谢女士开始尝试各种渠道寻找帮助。我有多次去求助妇联、社区、法院、派出所、民政局，就是12345这些我都打过无数次。我这个婚依然没有离成。但很离奇的是，以上单位均以不是自己管辖范围为由拒绝了谢女士，而且在接下来再次发生家暴事件，当地派出所接警后都会以家庭纠纷为由调解处理。贺仲阳的家暴事件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出生而有所收敛，谢女士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一定要与贺仲阳离婚，要不然自己哪天死在他的手里都不知道。在多次提出离婚无果后，谢女士主动搬离了2人的共同居住地。由于谢女士的户口婚后已经迁到了贺家，多次提出离婚后引起了贺仲阳的警觉。贺仲阳为了控制谢女士的行踪，将其全部的身份证件藏了起来，其中包括谢女士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谢女士也是为了防止贺仲阳找到自己，将自己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通讯工具、居住信息全部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帮忙处理。即使如此，最为恐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无论谢女士搬到什么地方，换了什么号码，贺仲阳总能第一时间准确定位谢女士的位置信息和找到她的手机号码。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就连自己从哪个地铁口出来，贺仲阳都能清楚地查到。恐怖之感时时刻刻萦绕着谢女士。有一次，谢女士晚上下班，在租住楼的楼下看到正在等着自己的贺仲阳，就直接问他：“你是如何每次都能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贺仲阳也不回避的直接说道：“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叫做天网的东西吗？”这就很扯。众所周知，天网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治安安全监控网，连接了全国2000多万个监视镜头，不是贺仲阳一句想看就可以看到的。个人想要调用天网系统的数据，不光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复，更是要到当地公安机关和派出所书面备案。如果贺仲阳所述为真，那他背后的关系网绝不单纯。2023年4月24日，也就是事发前一天，谢女士再次前往法院起诉离婚。期间因为身份证被贺仲阳扣押，另有其他证据资料尚不齐全，法院要求谢女士第2天补齐后再来起诉。当天下午6点，谢女士接到了贺仲阳表哥女友的电话，电话里表哥的女友热情邀请谢女士出来吃饭。天真的谢女士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贺仲阳联合他的表哥设下的一个陷阱，按时赴了约。期间，贺仲阳的表哥和女友多次轮番酒劝谢女士，直至当天凌晨2点多，谢女士身有醉意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返回租住的小区。也就是这个时候，贺仲阳突然从谢女士的背后窜了出来，硬是拖着谢女士前往事发酒店。死里逃生之后，医院里躺了3个月的谢女士回忆，当天贺某将自己强行带到酒店后，就控制了她的手机。打开我的手机，就看到有离婚协议和人身保护令，他马上就怒了。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大家这里也请先行记下这个人身保护令。由于视频里面只是提到了谢女士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但不知道这个人身保护令是不是法院正式下达的人身保护令。网络上有人说是法院正式下达的保护令，这里先不计较这么多，先请大家记住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极少出现的名词。稍后我们会详细讲解这个人身保护令到底是什么东西。
气。如果这是法院正式下达的保护令，为何贺仲阳还能靠近谢女士？谢女士的人身安全真的可以在法院下达的人身保护令而得到保障吗？继续讲今天的故事。当贺仲阳从谢女士的手机里翻出上述的2份文件后，贺仲阳又开始完全失控。他先是一脚将谢女士踹翻倒地，保护令就这样，双手就这样子往下，同时捶，同时这样子往下捶。我也不知道捶了多少下，并不断的用脚猛踢谢女士的腹部，一边踢一边怒骂谢女士：“我让你要跟我离婚，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看现在谁能保护你。”然后我很疼，我就往这边又侧一下，然后他又开始用脚踢，就是把这边的肋骨就踢断了3根。他说：“我跟我妈交代好了，我把你弄死了，我把你打死了，我就去给你抵命。”然后他又把我翻过来，又开始用脚就正对着踢肚子打肚子，他就想发生性行为，然后我就一直叫，就又打了我一巴掌，说真他妈扫兴。贺仲阳一边骂一边用手捶打谢女士的面部，手打累了就换用手机接着打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贺仲阳被捕后，谢女士一直不同意警方对贺仲阳所下的逮捕理由。谢女士坚持认为贺仲阳所犯的是故意杀人未遂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贺仲阳在犯案时明确对谢女士说过：“我今天来找你之前就跟我妈交代好了，今天我就是要把你弄死，弄死你之后我就给你抵命。”类似要弄死谢女士的话，自贺仲阳家暴行为开始之后，他就没有停止过。贺仲阳就这样打累了歇好了再打，整个暴力过程一直持续到当天中午时分，整整持续了9个小时的时间。贺仲阳打累了，自顾自地躺在酒店的床上睡着了，而谢女士则痛得躺在酒店的地板上不敢作声。就在这个时候，酒店的走廊里传来隔壁房间的关门声。谢女士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了，如果错过，必死无疑。谢女士深吸一口气后，连滚带爬的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试图用最快的速度冲向房门。而身后的贺仲阳也意识到谢女士想要开门，他快速下床，想要阻拦谢女士前去开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谢女士打开了房门，正要冲着外头大声呼救救命的时候，被贺仲阳一把拉回房间，并拖到卫生间关了起来。就在谢女士拉开房门的那一刻，隔壁房间的男士刚好经过，看到了此情此景，意识到有事发生。他先是敲了敲谢女士的房门，问道：“女士，你是不是需要帮助？”房间里的贺仲阳则冲着房门喊道：“夫妻吵架不需要你管。”男士回复道：“我不要你说话，请刚才那位女士和我说话。”持续几秒后，男士接着说：“如果你不让那位女士和我说话，那我只能报警了。”贺仲阳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威胁谢女士说：“你去和她说，让她离开。你要是乱说话，老子就要打死你。”谢女士假意同意。就在贺仲阳拉开卫生间一道门缝的那一刻，谢女士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救命啊！求求你救救我！”门外的男士看到已经奄奄一息、全身血肉模糊的谢女士，顿感事态严重，拔腿就跑，同时掏出了手机报了警，并通知酒店的保安前来支援。直到警方赶到酒店，谢女士紧急送往医院。后经医院的医生证实，谢女士被送医急诊时情况已经非常紧急，如果再晚来20分钟，谢女士可能就会没命了。根据谢女士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自4月25日事发当天，直至今年6月底，谢女士都在接受医院的系统治疗，同时着手起诉贺仲阳故意杀人未遂案。根据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书显示，谢女士全身出现多达21处严重伤情，其中包括节目一开始所述的多处内脏破裂及12指肠完全切除，左侧第6到8根肋骨骨折的严重病情。同时11月初，谢女士曾对媒体公开，谢女士提供的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谢女士致残程度为7级、10级和10级。对于鉴定结果，谢女士觉得轻了，7是最重的，10是最轻的，我都差一点就死了。我如果不是运气好碰到了这个人帮我报警，我早就死在酒店里了。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才换了一个7级伤残。然后他们给我说的是，
如果说过3、5年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差，或者说就维持现在的这个样子没有变好，那他们就会再重新出具一份鉴定报告，就会增加1级，就会到6级。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太大，因为我不可能过了个3、5年之后我又来起诉他，我不希望在民事的这个上面我一直去起诉他，我只希望我的刑事案件可以得到一个重判。谢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贺仲阳也一直被关在看守所里，这是第2次退回侦查了。第1次退回是因为我这边提交了材料，要求将罪名由故意伤害变更为故意杀人。不对，不是的，不是故意伤害，他是要杀我。他不是一次说要杀了我，他第1次说要杀我的时候是去年的11月11日，他说我微信的背景墙只有我和孩子，没有他的照片，他就生气了，然后就把我软禁在家里面，不让我去上班，然后也有掐我的脖子，朝我脸上吐口水。我说你是不是又想家暴我？他说你放心，我不会家暴你，我下一次家暴你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你家暴死，我一定不会让你有报警的机会。他就是要杀了我，只不过我的运气比较好，活了下来。谢女士透露，身体的严重损伤，她时刻面临着肠梗阻，体重瘦到了75斤。她将案件委托给了专业的律师处理，她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不是为了要钱，我是为了要一个公平，要一个公正，我要的是他接受法律的仲裁。然而，面对谢女士如此严重的身体伤残，谢仲阳的父母却3番4次地要求谢女士撤销诉讼，并承认是自己摔伤的，否则将不再支付余下的医院费用。男方的父母觉得我不对，他觉得这个是家务事情，我居然把他儿子抓起来了。但是他爸爸说话就比较直接，就直接说的是要杀了我们全家，到我父母家去敲门，让我父母马上撤案，把他儿子给放出来。我不写谅解书的话，就杀了我们全家。他爸爸说是我自己摔的，不是他儿子打的。其实我很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谁摔跤可以把内脏摔坏，可以把肠子摔断的？我特别想让他爸爸来演示一下是怎么摔的。贺仲阳的妹妹更是给谢女士发来信息，进行道德绑架。嫂子，你还是放过我哥吧，你跟我哥这样闹下去，你也不好过的。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那你怎么办？娃娃怎么办？这个家庭怎么办呢？但是谁放过我了？你们家的人有放过我吗？而贺仲阳本人在看守所也没闲着，持续不断地给谢女士写信，想要取得谢女士的谅解书。毕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在这里也诚恳地给你们道歉。我真的后悔了，知道错了，破坏了2家人的宁静。在这里我有个不情之请，请求你们能原谅我，给我写谅解书。签谅解书的好处是大于坏处的，签了对我判刑会少一些。如果真是判3年以上，我的一切都废。或许这也很好的解释了贺仲阳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副无法无天、家暴成性的怪物样子，与他的家庭一再纵容的教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前面所提的人身保护令拿出来好好的说一说了。人身保护令这个我们普通人只在电视剧上见到过的名词，极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章节规定，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受害人，可以向居住地的人民法院书面或口头申请。人身保护令一旦生效，将会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上期万象奇谈的大象快跑的节目单元，我们恰巧就谈到了一个人身保护令的案件，大家可以做个类比。驾驶飞机跟骚卡西的怪老头阿诺德也被法院下达的保护令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禁止接触卡西女士。如若阿诺德在卡西女士半径300英
尺范围内出现，他既违反了保护令的相关规定，卡西报警，警察即可将其抓获，并给予相应的处罚。但很明显，本案提及的这张所谓的人身保护令，在谢女士这里并没有发挥一丁点的作用。如果这张保护令是当地法院正式下达的保护令，那么被申请人贺仲阳依然还是围堵并绑架了谢女士，最终致使谢女士残疾终身。如果这是一张正在申请的保护令，为什么没有申请成功？在谢女士急需被保护的情况下不能被保护，那么这张躺在法典里的保护令又有何用？在大象寻找相关资料的时候，看到了民法典的这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法单位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单位协助执行。看到这里，我就茫然无措了。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就像谢女士正在遭受贺仲阳不法侵害之时，我需要打电话给人民法院，然后再由人民法院会同相关单位去执行吗？目前，由于严重的心理创伤和身体残疾，谢女士需要阶段性的接受心理治疗。也由于贺家人以谅解书及撤诉为由，恶意拖欠医院的医疗费用，谢女士与娘家人举步维艰。节目最后，我特别想问谢仲阳一句话，这也是谢女士一直以来非常疑惑的问题。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要是让我在酒店经历8、9个小时的痛苦，我没有出轨，没有勾搭别人，我没有不尊重他的父母，我就是想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你如此丧心病狂地殴打妻子，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呢？这一切，你是否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